各位朋友，大家好。历史其实是很精彩的，不过呢，也有一点遗憾，就是大部分的历史描写的都是那些帝王将相、那些大人物的生活，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大事件。所以，我们多数人看的是少数人的历史，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那些普通大众们，他们的生活恐怕就很难有人关注了。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历史才是多数人的历史，是我们多数人应该了解的历史。但很可惜，在史书上对这些事情的描写往往只是寥寥几笔，如果真的想探寻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细微之处，恐怕真的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了。这恐怕也是最近播出的这部剧《显微镜下的大明》所要告诉我们的故事。按照惯例，咱们先来说说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很简单，并不用推断，因为思捐案的这整起事件都是基于历史史实，所以这起案件发生的时间非常的确定，就是在明朝的隆化年间。地点呢，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市，那时候叫徽州。主要人物，历史上那位想揭开思捐案背后真相的人叫帅家模，在剧中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叫帅家墨。这么一改呢，感觉上这名字就不是那么香了。隆化年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这也难怪，隆化皇帝呢确实是属于那种话题度比较低的皇帝。特别是夹在两个话题度超高的皇帝之间，他的前任就是那位将重金属含量超标的丹药经常当饭吃，居然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的拜金主义皇帝嘉靖。他吃了这么多的丹药，竟然还能执政40多年。他的后任话题度也不低，也是执政了40多年，就是那位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躺平的万历皇帝。夹在这样的两个皇帝之间，隆化皇帝的存在感确实是比较低，但他还是很有个性的。他坚决不吃丹药，认为丹药对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改吃春药。结果证明，春药的危害远远的大于丹药。他老爸嘉靖吃了几十年丹药没事，他只吃了6年的春药就驾崩了。关于嘉靖皇帝、隆化皇帝以及万历皇帝这段历史呢，咱们容后再慢慢的讲。今天呢，咱们还是关注那些小事件。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案发的地点徽州，在剧中好像是叫金华府，但实际指的就是历史上的徽州。在剧中，帅家墨所在的县就是金华府6县中最大的那个县，叫仁华县，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歙县。在历史上，歙县也是徽州6县中最大的一个县。其实徽州以前就叫歙州，这个名字是在北宋期间被改的。被谁改的呢？被宋徽宗改的。为什么改？那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叫方腊。方腊就是在当时的歙州起义的，他的总巢也是设在歙州。造反的方腊被平定以后，宋徽宗就把歙州这个歙字改成了徽字。徽是有美善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宋徽宗最后的庙号是徽。但宋徽宗给歙州改名的这个徽取的是徽的第2个意思，就是束缚的意思。意思呢，就是要让这个地区得到有效的控制。他也没想到日后人们送给他的庙号也是这个徽字。关于方腊起义忍不住要多说几句。在历史书上呢，把方腊起义定义为农民起义，是反对封建专制特权，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正义的力量。实际上这完全是胡扯。要我说，对这个所谓农民起义的评价就只有4个字：祸国殃民。当时宋徽宗已经与金朝达成了联金抗辽的战略同盟，被称为海上之盟，而且已经约好要一同夹攻辽国。当时宋徽宗为此调集了西北军以及晋军的精锐，总共15万人，这是大宋最精锐的部队。但因为方腊起事声势浩大，这支部队只好用来镇压方腊的起义，而错过了与金朝联合作战的机会。当然了，与金朝联合作战夹中辽国这个战略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是错误的，
但如果那时候北宋的精锐部队能够在金国军队的配合下一举拿下燕云16州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方腊的起义使得北宋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这是其一。其二，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凡破6州52县，羌平民200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100余里。这就是这次所谓起义对百姓的危害。不仅如此，因为这次起义是爆发在宋朝最富庶的地区江南地区，所以对江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方腊起义是祸国殃民，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此外，在《水浒传》中说方腊起义是被水泊梁山的好汉们所镇压的，实际上镇压方腊起义与水泊梁山一点关系都没有。率领镇压方腊起义这支北宋最精锐部队的是2位好同事，一个叫童贯，一个叫谭枕，这哥俩都是宦官。最后在清溪洞中擒住方腊的也不是单臂的武松，而是四肢健全的韩世忠。方腊起义实际上也不能算作什么农民起义，更准确的说应该叫教众起义。方腊是明教的首领。说起这明教啊，大家肯定会想到金庸先生笔下的张无忌，明教教主张无忌。在书中啊，我们能够看出明教呢肯定是不出自于中土，而是来自于西方，是来自于西方的波斯。他们教中的圣物圣火令就是出自于波斯。还有那位叫小昭的张无忌的侍女，也是波斯与中土的混血儿，是明教的圣女。而后来推翻元朝的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等这些人呢，都是当时张无忌手下的中层干部。而且啊，明教好像是对火特别的崇拜。当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时候，张无忌率领着教中的首领们围坐在一起，准备自焚于烈火之中，算是殉教了。这些呢，再加上圣火令，似乎都与拜火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呢，有可能是金庸先生模糊了拜火教和明教的区别。明教又叫摩尼教，最早呢是叫魔教，后来这名字不好听，就叫摩尼教。拜火教比明教的历史要长，最早创立拜火教的是一个叫索罗亚斯德的人，所以呢，拜火教又叫索罗亚斯德教。它是波斯帝国的国教，他们相信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是二元论的。而摩尼教呢，是在拜火教的基础上糅合了其他一些宗教的特点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摩尼教和拜火教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叫拜火教呢？是因为教众呢需在火边祷告，而且火是他们心中的圣物。拜火教呢又被称为显教或者叫白头教。所以在光明顶上的张无忌如果想自焚于烈火的话，这恐怕就不符合拜火教的教义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火是圣洁的，而人的躯体是污秽的。自焚于烈火等于是玷污了他们心中的圣洁。拜火教人心目中最大的神就是代表着光明的善神阿兹拉马斯达，另外一方就是代表黑暗的恶神阿里曼。跟随马自达的就是天使，跟随阿里曼的就是魔鬼。世界就是这样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说起来呢也挺有意思，日本有一个汽车的品牌就是叫马自达。那么它这个品牌与显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说起来呢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后来还真扯上点关系。其实日本汽车马自达这个牌子是源于它的创始人，他叫松田。松田这个名字的英文的音译就类似于马自达，所以这本来是和显教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呢，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出于行销上的考虑，或者是这个松田本人就有拜火教的宗教信仰，马自达这个汽车的牌子就与显教联系在了一起。在马自达汽车1992年到97年的产品的 logo 上，就可以看出这个 logo 呢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火的图形，圆圈就代表着太阳，而中间的火也是拜火教的标志。现在的标志呢是一对展开的翅膀，
其实这个图形与拜火教的标志物法拉瓦哈也是非常的类似。在拜火教的教义中，法拉瓦哈就是人类灵魂的样子。拜火教具体是创立在什么时间，这个呢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它肯定是世界最早期的宗教，肯定要远远的早于现在的几大宗教。刚才说了，拜火教的人崇尚火，认为火是圣洁的，是不允许玷污的，所以他们的祭司在祭祀的时候，为了防止自己呼出的口沫或者气体玷污了圣火，所以通常他们都会戴上一个类似口罩的东西。因为拜火教又崇尚白色，所以这个类似口罩的东西通常也就是白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口罩最早的来源就是出自于拜火教。而摩尼教呢，则是大致创立于公元的3世纪。它是在拜火教的基础上糅合了一些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些特点，在中国又被称为明教。那么这个明教和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的明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了。朱元璋参加的这个明教的部队，就是韩山童率领的这支红巾军，确实是明教的部队。但是这个明教与中国本土的弥勒教已经融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混合型的宗教，教义呢也不是非常的明确。他们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弥勒下凡，明王出世，这样呢就把明教和弥勒教结合在了一起。韩山童就是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就是小明王。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朱元璋最后建立的明朝就与明王有关系，他承继的是小明王这个称号。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觉得朱元璋呢并不是什么虔诚的明教教徒，人家朱重八本人那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家是正经八本的佛教徒，在黄觉寺出过家，当过和尚，你甭管他虔诚不虔诚，至少化缘要饭的时候那还是很虔诚的。所以朱元璋可能对这个名字并不是那么热衷。其实按常理来说，朱元璋建立的这个王朝似乎更应该叫吴朝，因为朱元璋曾经被封为吴王。中国历史上大家清楚，很多的王朝的名称都来自于创建这个王朝的人他以前的封号。比如说刘邦曾经被封为汉中王，所以他创建的王朝叫汉朝。曹操曾经被封为魏王，所以他最后统一的王朝叫魏朝。李渊曾经被封为唐国公，所以最后他的王朝叫唐朝。而赵匡胤曾经做过宋州的节度使，所以他最后的王朝是宋朝。元朝就不好按这个惯例走了，因为他并没有从宋朝那里得到任何的封号。宋朝那时候他还在放羊呢，总不能叫杨朝吧，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大哉乾元这个词，称自己的王朝为元朝。那朱元璋为什么不称自己的朝代为吴朝呢？他做过吴王啊。可能是因为朱元璋觉得他这个吴王本身就来的不是很正规，封他吴王的那个人的头衔都不是正版的，那他这个吴王不就成了盗版吗？而且这个吴字太有地方色彩了，不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朱元璋起自己的王朝为明，很有可能是考虑到了多重因素，一方面是以前的明王的明，毕竟他还要安抚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部众们。另外呢，朱元璋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山河沿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还有9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所以这个口号是反元复宋的，其中提到了日月，而日月2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明字，这也可能是朱元璋考虑用明字的原因。还有呢，是朱元璋出身于安徽的凤阳，这个地区呢曾经被称为祝融之墟，他本人又姓朱，祝融是司火之神，所以他认为自己代表的是火德，而元是金德。按照武德中史说，火克金，而火与明又密切相关，所以他建立的王朝就叫明朝。这等于是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利益。不好意思，这次跑题跑得比较远，不过呢，好在最后还溜达回了明朝。
在这部剧中啊，还经常能够看到老百姓打官司的场面。在明朝以及之前的元朝和之后的清朝，老百姓打官司，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上庭以后都是要下跪的。原告有原告跪的地方，被告有被告跪的地方。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理，到了堂上只是先问你服不服。有功名在身的士绅，或者是年轻的女子，以及年老体弱的人是可以免跪的。在明清时期啊，老百姓打官司还是非常的困难的。即使你写好了状纸递上去，你也未必能够见到县官大老爷。一般的案件到了刑名师爷那里，基本上也就可以结案了，除非有特大冤情的，县官才可能出面审理一下。其实县官也并不懂什么法理，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抠的是经史，对法律的常识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反倒不如那些刑名师爷。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像元明清那样，实际上自元朝以后，中国的司法体系和整个的司法建设是完成了一次大踏步的后退，特别是相比较于之前的宋朝。宋朝时期的案件审理过程完全不像是包公案中展现的那样。其实也不奇怪，包公案这一系列丛书是出自于明清年代。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眼中的庭讯场面就应该是包公案中展现的那样，原告被告在堂前都跪着，包公身边还有几个大铡刀。在宋朝根本就没有铡刀这种刑具，这种刑具的来源很可能是出自于元朝蒙古人用铡刀铡草的那种情景。而且呢，包公还有尚方宝剑，被审判的有的达官贵人还有免死金牌，这些在宋朝都是不可能的。包公没有什么尚方宝剑，甚至包公都没有审过案子。免死金牌更是在明朝的时候由朱元璋开始大量的批发零售的。所以啊，在宋朝也不可能出现免死金牌与尚方宝剑、杀威棒与铁裤衩之间的矛盾。宋朝的司法体系是非常的严密繁复的，其繁复的程度甚至不次于今日。有专门负责侦缉逮捕的人，也有专门负责审理案件的人，就是推官。还有专门负责援引法条，就是确定这个罪行应该适用于哪条法律，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最后再交到总法官。总法官在复审，如果犯人喊冤的话，那么这一套程序还要重来。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与法院分开的制度，在宋朝那时候叫狱验分司。到了元明清以后，这套繁复严密的司法体系就没有被继承下来。明朝时期官员少，全州可能也只有一个法官，大部分的案件根本就不是由专业的人进行审理的，官员们也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案件，更没有精力去调查取证。所以啊，官员们最希望的就是无讼。所谓无讼，就是不要打官司。而且这种无讼的思想呢，又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传统。孔子就曾经说过：“听讼勿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审理案件的话，我跟别人也水平差不多，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打官司。孔子并没有说不要起纠纷，而是说无讼，就是即使有了纠纷，也最好不要打官司，两人之间商量着来，能私了就私了。所以啊，大家不难看出，无讼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文化之中，而且到了今天依然存在。如果官员们不是亲自派人去调查取证的话，那么他如何判断这个诉讼到底谁对谁错呢？这就要看双方的诉状。一般来说，一个诉讼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诉状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诉状的起草者的水平。而起草诉状呢，在明清时期，大部分都是由讼师来完成。因为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文王，对于法律知识呢更是知之甚少，所以如果他们要不得不打官司的话，只好求助于讼师，给讼师一笔钱，让讼师写一个能够让他胜诉的诉状。告状这词也就由此而来。在明清时期是讼师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徽州的地带，就是剧中案件发生的地带。徽州这个地方出两类人，一类人是读书人，读书读得好，有很多做官的；还有一类人就是做生意的徽商。在中国做生意，有些朋友可能非常了解，官场与商场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徽商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到后来压制住了晋商。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徽商上面有人，因为他们当地的人有很多人读书，很多人最后当了官。徽商的代表人物就是晚清时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徽州地区文人多，做生意的多，各类纠纷也多，讼师也很多。做讼师呢，一般都是那些落地的文人，或者是以前曾经在衙门里工作，对法律法令呢比较熟悉，跟衙门里的人私人关系又好。朱元璋曾经颁布一个法令，对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如果他们没钱请人写诉状的话，可以到官府花很少的钱，由官府里专门的人为他们写诉状。但是在官府里为你写诉状的这些人，他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法律上的建议和你诉讼的策略，他只是简单的把你要诉讼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已。这样的话，很多的老百姓还是不知道自己这官司应该怎么打，所以还是要求助于市面上的讼师。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丈夫心丧，她想改嫁，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明清时期的理学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会允许女子轻易的改嫁的。所以这个女子如果是按正常途径申诉的话，得到的结果肯定是被否决的。于是这个女子就找了一位讼师，希望能够帮帮她。宋师为她写了诉状，只有简短的16个字：是年19，夫死无子，翁壮而冠，叔大未娶。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年19，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公公已经丧偶多年，还很年轻，最可气的是身体还倍儿棒，什么都敢想。除此以外，我丈夫的兄弟们也都活得好好的，也都长大了，而且还都单着呢。县官一看这诉状，马上就急了，赶紧回复告诉这个新丧夫的女子说，你赶紧的，不用坐花轿了，打车赶紧改嫁，一刻也别耽误，马上离开你所处的那个狼窝。县官最担心的是在他的治下会发生什么不伦事件，这种事情一旦发生，那他的官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改嫁还是最安全的。宋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当时有一个郑国人叫邓析，邓析同时也是名家的唱史人。以前呢，我们讲过诸子十家，就是墨儒道法明阴阳纵横农家杂家小说家。班固也曾经说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9家而已。名家就是在这9家之一。所谓的名指的就是概念，事物的概念。名家是分析事物的名实之辩，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家。与名家一起研究逻辑学的还有诸子百家中的墨家。邓析是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所谓的两可之说，就是针对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论证。有一个例子，当时郑国经常发生水灾，经常有人被淹死，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捞尸人。从河里把尸体打捞上来，然后向死者的家属索要财物。有一天呢，有一位死者的家属就向邓析抱怨说，捞尸人要的价格太高。邓析就安慰他说你不用急，捞尸的人这个尸体只能卖给你，别的家属也不可能来认领，所以呢，你慢慢等待就可以了。捞尸的人看到死者的家属迟迟不来认领尸体，不来付款，所以也去向邓析抱怨。邓析呢也同样安慰他说，你也不用急，死者的家属早晚要到你这儿来认领尸体，他别处他也拿不到，所以啊，慢慢等就可以了。所以两可之说有点像我们现在举行的辩论比赛，先设立一个辩题，然后从正反2个方面进行辩论，哪边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邓析也帮着人打官司，而且呢，他还进行普法教育。考虑到当时郑国的人大部分都不懂法律，郑国的国君子产将法律的律条刻在铜鼎之上，一般人也是看不到的，所以打起官司来，当官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此呢，邓析自己编织了一套刑法，他把这些刑法刻在竹板上，向老百姓进行普及。这些刻有法令的竹板就被称为竹刑。他的这些举动自然是触发了统治者的利益，严重损坏了当权者的威信。最后，邓析被当权者杀死了。邓析以后，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个明辩之家，就是公孙龙。他的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叫
白马非马。说有那么一天呀，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过城门，守城门的守卫对他说：“马过城门需要交税。”公孙龙就说：“你好好看看，我这是马吗？我这是 BMW。”守门的官兵说：“宝马也要交税。”开个玩笑，实际上公孙龙说的是：“你看好了，我这是白马，白马不是马。”守卫的说：“我不管你什么白马、黑马、黄马、斑马，还是人头马，都是马，都要交税。”公孙龙又说：“谬也，白是白的共性，马是马的共性，白马是白的共性加上马的共性，所以白马不是马。”守卫听完以后觉得头有点晕，就对公孙龙说：“你先等一等。”然后他就到了旁边吐了3升血，回来以后对公孙龙说：“还得交税。”有人说白马非马，这个实际上是一套诡辩。公孙龙、邓细他们学的不过是诡辩之术，但实际上这些绝非诡辩，而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雏形。在邓细死后的100多年，古希腊就出现了另外一位西方版的杠精，哲学家也是诡辩家苏格拉底。再以后又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邓细和公孙龙倡导的名学逻辑学，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并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是慢慢的淡漠，直至消失。这应该是有2方面的原因。一者，春秋末期的诸子百家虽然是百家争鸣，但是真正能够在后世得到生存发展的学说，无疑都是要做到经世致用，就是能够帮助统治者管理天下，让国家富强、民众富强的学说，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名学在当时人的眼里，则被称为是诡辩之术，全无用处。公孙龙曾经做过赵国的平原君的门客，有一次平原君问下面的人说：“名家有什么用？”身边的门客们都说：“名家全无用处。”最后公孙龙也被逐出。所以缺乏实用性是名家被淹没的原因之一。其二呢，就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已经示弱的名家更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而在古希腊，虽然这套早期的哲学理论发展比中国要晚100多年，但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不能不说，逻辑学的缺乏是中华文化传承上的一大缺陷。直至今日，我们很多的国人还要补这方面的课。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